家好，欢迎来到戴安的农场生活，我是戴安，这是一个关于慢生活、旅行还有教育的频道。今天想要跟各位来聊聊特殊孩子可以做在家教育吗？在家教育其实是一个大题目，华人家庭对这个会比较陌生，是因为我们华人长期以来都有孟母三迁找这个好学区，搬到好的学校附近来居住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很多的大部分的父母打拼赚钱，就是为了要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环境。其实欧美家庭在家教育这个部分已经是千百年的历史了。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呢，因为双薪家庭的缘故，那子女都必须要去上学，在家教育就变成少数。在这里呢，我不讲在家教育的历史和渊源呢，而是要和特殊家长来脑力激荡一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孩子做特殊教育呢？我过去实行在家教育2年，那这2年呢，是因为疫情期间，我在家里跟孩子用线上跟学校上课。我实行在家教育2年，那这2年我们的幸福指数极高，每天孩子都睡得饱饱的，然后吃的也很开心，然后学的也很开心，他也会非常的享受在家教育这件事情。那起源呢，也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有2年在家教育。那这2年呢，也是因为一开始在跟学校的线上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必须一直坐在他旁边，然后配合他，提醒他要专注，然后呢几次下来我都觉得好累好无奈，就干脆自己下来教了。因为发现学校教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比如说他们在线上教学，就教孩子们说 OK， 我们现在一起来做这个面团，那时间到了面团就丢了。可是因为我们是在家教育，我们就可以把面团做完以后，然后呢开始来做葱油饼，好，来使用它。那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教育。那再用这个烹饪来做例子好了。那再用这个烹饪来做例子好了。那有一次老师就教大家拿出一张纸画披萨，在披萨上面再画一些topping 一些配料。那我就干脆就是带他做实际的披萨，然后让他自己放他自己要的这些料。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技能的实现。当然做家庭教育会比较辛苦，因为你要准备很多东西，但是呢绝对能熟能生巧。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就是找外在的援助并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做在家教育这件事情。在家教育的申请很简单，只要把在家教育的计划还有时间表，那家长的签字申请书寄给学区就可以了。很多父母对于在家教育是采观望的态度，因为一来是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二来是觉得我做得到吗？那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跟时间去教导孩子？这个真的是光想到说一整天24小时要跟孩子绑在一起，其实光想都会让人觉得疲惫。但是呢，一想到这个得到的果效，那真的会让人很振奋的。那我现在就要来分享这个部分。第一呢，就是可以100%的为孩子来计划学习方案，他要读什么书，那他要参加什么活动，这些都可以把它列出来。当我决定尝试在家教育的时候，我的丈夫是支持的。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智，是相信美好的事物都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在家教育的这2年，我们母女都很享受。我的女儿都会称我们家是圣经学校，因为常常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写经文。选择在家教育呢，也不代表父母全程在教孩子。我是一个在家工作的职业妇女，我也有很多时间必须要工作，但是我会安排就是家教老师来家里带着孩子，来教他读写，然后做些美术弹琴就是有不同的老师。那我也会安排时间特别的带他去运动，去溜冰，去爬山，去健行，去游泳。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运动。其实呢，在家教育就是生活教育。
从生活当中来学习。在家教育能够囊括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比如说我会带他去美术馆、博物馆啊，比如说我会带他做3餐啊，也比如说我会带他在农场里头喂鸡鸭，然后浇水施肥，那这些全部都是生活教育啊。但是每一个事情都不是那么的时间不是那么的长，孩子也可以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好，他都说他自己是白富美，睡到自然醒，也会相当的规律。在农场的时候呢，是鸡叫的时候一定会起来。在家教育的课程呢，可以根据孩子的需要和程度来制定。那课程是可以有趣的、多元化的，那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做。那比如说呢，家长们可以一起设计一些体育类、艺术类的活动。那如果呢，家里头有兄弟姐妹可以一起来参与的话，就可以来帮助孩子。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可以找社区或者是在教会里头的共学团体。晴天的时候呢，我会带孩子去走路、跑步、登山。那阴天的时候呢，就带孩子去博物馆啊，或者是采买啊，室内的地方。那时间非常的弹性，我的女儿也非常的享受。再加上她很喜欢吃好吃的东西，所以呢，可以吃到热腾腾妈妈做的现做的东西，也可以就是在外面的餐厅。她非常非常喜欢在家教育，因为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又可以就是吃得饱饱的很开心。在家教育的教材呢，我会挑战他去写字和读书，这一点对特殊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我的女儿会常常写很多写字本，写了很多很多本。那这个部分呢，也帮助他在记忆还有在表达这方面会有帮助的。我会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去找一堆他喜欢的绘本，回家来阅读。那每天也会带他读圣经的故事。每天也会带他念一段经文，弹琴敬拜。其实我们所在的学区是非常好的学区，在我们的特殊教育的体制里面，在学校呢是3个老师在带着3个孩子，所以可以看到是1:1的师生比例。这样的教学呢，给孩子很好的照顾，可是同时也可能低估了孩子的能力。那这2年的特殊教育也让我在这个部分能够去帮助孩子更独立一点，然后补助他的能力。在家教育2年以后呢，我的女儿就回到学校了，因为丈夫建议说她就要高中毕业了，就让她去体验一下高中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她已经习惯了在家教育，回到学校以后就开始心心念念的要回到家里来做在家教育。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又告诉我说，他很享受在学校的生活，因为朋友可以跟他一起玩，然后他也可以去购物中心、农场游玩，然后每周还会去2次这个甜甜圈店。工作训练的部分，老师会带他们去超市练习，还有去教会，还有去老人中心。还有去老人中心擦玻璃做回收。那这些在学校的咖啡室也会教他们如何清理桌面，然后做咖啡跟柠檬水。这些其实都是职业训练的部分。讲的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特殊孩子是可以做在家教育的。当然这个预备的工作是需要的，而且其实也会需要动到很多的脑力但是是值得的，孩子会很享受，父母也会很享受。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的进步。在家教育就是要相信父母是孩子最棒的老师，而且我们周围的support system 这个支持的系统也是很重要我们的孩子的祖父母亲人朋友都是很好的支持的系统。在这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为孩子的成长来欢呼。那我们父母呢，能够活出基督的信仰，就是给孩子最大最大的祝福也是给孩子一生的榜样。祝福每一个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去教养敬虔的下一代。喜欢戴安的频道，欢迎点赞、订阅、分享。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eat a spaghetti. Okay, spaghetti. But what does the sentence say, Anya? You eat with a Fork. good girl. Excellent.